易筋经、狂风刀法，有了这2门武功，应该是能够活下来了。虾仁，跟我走一遭吧。我要说不呢。哈哈，怎么，你那3脚猫的功夫也要拿出来显摆吗？你是知道我实力？快逃，快逃！你一直在伪装，17岁的9品巅峰，还有这般高深的刀法，我认栽了，给我王勇各通！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，是我所向往的江湖。不过如今最打紧的还是想办法尽快逃出这一带。眼前这个正在逃命的少年叫萧虾仁，他是当地萧家的3少爷。就在几日前，大伯萧福生杀害了少年的父母，而虾仁在逃跑的过程中也挨了一刀。所幸濒死之际觉醒了杀敌豹经验系统，不仅恢复了生机，而且斩杀敌人就能得各项奖励，同时还获得新手大礼包易筋经、狂风刀法、百断刀和1000经验。宿主刚才击杀9品武者，爆出功法7品铁布衫+1，熟练度5。铁布衫又多了一份保命的功法，当真是天不亡我。而庙观中此时又来了一群人，这些人除了王勇，其余人都是一刀毙命。刀法娴熟，难道萧虾仁被人救了？这里都被那人故意破坏了痕迹，根本看不出是几个人交的手。这几个仆人才死了不到1炷香时间，他们绝对没跑远，将所有猎狗都调过来给我追。萧虾仁可是公子亲自点名要杀的，若是放跑了，后果你们清楚。是，我立即让我萧家的人朝着这个方向去追。此时虾仁已经在山中奔逃了1个多时辰，就算他现在是一名9品武者，也有些顶不住了。而就在此时，一般猎人打猎可不会选择傍晚，恐怕是追兵到了。小溪边上的草丛被拨开，一行人出现在小溪边上。林少侠，狗生还是温的，他们还没逃远，继续给我追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这里这么大，只要逃过前面几天，就是海阔凭鱼跃了。一个苍元剑宗外门弟子，还没有调动附近家族的人，将整个落霞山都封锁的能量。而且有系统在手，1年半载之后，萧家应该不算什么。至于苍元剑宗，等实力足够，定要他100倍偿还。快点，刚才已经看见那小子身影了。不行，还得再往山谷深处走一些。虾仁还是低估了他们的追踪手段，一连3天，他已经数次被追上了。好在没有什么高手，非但没抓住虾仁，反而成了他的经验包。虾仁就这样扛着40米大刀，狼狈地跑了一路，也酷砍了一路。再一次摆脱敌人后，虾仁低头看着已经砍到卷边的百断刀，和树下追他的刀客一时间陷入了沉思。现在我基本上是处于他们的包围圈之中了。系统，所有经验值全部加点到铁布衫。随着虾仁话落，一股股暖流瞬间涌入体内。提升结束，宿主萧虾仁，年龄17，修为9品巅峰，武功易筋经5%，狂风刀法50%，铁布衫55%。现在围杀的队伍之中，高手越来越多。若是真的等到萧福生来了，我是真走不掉了。如今只有殊死一搏，方有一线生机。找准一个方向，拼了！追踪了这几日，之前还能在沿路发现很多痕迹，但现在痕迹已经越来越少了。再这么下去，就要追丢了。而且只有1个人的痕迹，你们确定萧虾仁是个没有入品的废物？萧虾仁之前确实是没有入品的，这点整个乐春县无人不知。不过还请林少侠放心，如今咱们的封锁线已经越来越小，萧虾仁已经是瓮中之鳖了。哼，不到最后一刻不要掉以轻心。若是此次行动失败了，公子的怒火你们萧家是承受不住的。林少侠说的是陈管家那边传来的。三少爷，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对你出手是家主的意思，你饶了我。呵呵，大白天说梦话不好玩。求求你别杀我，我与你父亲情同手足，按情分我是你的长辈。你怎么有脸说与我父亲情同手足？想当年，若不是我父亲可怜，你就要冻死，饿死在我萧家的门口。这些年来，我父亲对你如同亲生兄弟，可是你呢？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？今日我便用你的血祭奠父亲的在天之灵。萧虾仁，可算找到你了。林少侠救我！就是你这个狗卵子，要杀我吧？原来是9品巅峰，如此年轻的9品巅峰，真是可惜了。小子，怪就怪在你得罪错人了。屁话真多，给我死！
长慌！萧虾人，别挣扎了！想让老子死，老子也不让你好过！我命由我不由天！林海本以为面对虾人，8品初期的自己有绝对的优势，远没想过只有9品巅峰的虾人竟能和自己打得有来有回，而且越往后打自己反而越吃力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虾人有着易筋经这种最顶尖的内功，其内力远远不是他能比及的。今日之后，便是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我行了。苍元剑宗，萧家给爷等着！萧福生看着碎了一地的尸体，目眦欲裂。本以为林海亲自出手除掉他那侄子是轻而易举的事，但现在身为苍元剑宗外门弟子的林海竟然死在了这里。该死，该死！林少侠怎么会死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家主，是萧虾人杀了林少侠。林少侠绝对不能死在我萧家手中，哪怕是这个萧虾人也不行。将林少侠的尸体带下山，我亲自去一趟长河帮。你带人继续搜，发现萧虾人的踪迹，焰火为信。是家主。为了讨好苍元剑宗那位，我亲手杀了自己的亲弟弟，难道要功亏一篑了吗？林海不但是苍元剑宗外门弟子，也是长河帮大长老林天童的亲孙儿。他虽然不去长河帮，但也不愿意得罪林天童，而且长河帮背后还有一个三江盟，所以萧福生准备亲自去和林大长老解释。而虾人此刻已经完全逃出落霞山，来到了一处隐蔽的丛林，终于摆脱追兵了。虽说只是暂时的，但最起码能缓口气了。宿主方才击杀8品武者，奖励金丝甲1件，可抵消6品以下武者3成功力，是否领取？领取。有了这金丝甲，就不必急于提升铁布衫了。系统消耗1000经验值，提升1金经。随着虾人话落，丹田之中一股暖流涌现，朝着4肢百骸涌去。一刹那，12正经之中的一条就被打通了。8品初期到了，然而这还没完，又一条经脉被打，紧接着是第3条。提升结束，宿主萧虾人8品初期，易筋经熟练度6%，剩余540经验值。易筋经真不愧是最顶尖的内功心法，1000经验值竟然只能提升1点熟练度。系统剩余经验全部提升狂风刀法。提升完毕，狂风刀法熟练度75%。在笑傲之中，田伯光能凭藉这一手刀法应对江湖上8成高手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如今的我3招之内便可以击杀林海，不过林海好像也是受他人之命前来杀我的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虾人奔走了1个时辰，终于在天黑前来到了码头。好俊的功夫，这船是去东江郡的吧？是的，少侠请。开船，开船。船舱内，可看出方才那少年的身份了，是不是长河帮的人？就刚才他上传的那一手功夫，至少也是个9品巅峰，甚至是8品，身份肯定不简单。这么年轻的8品初期，整个长河帮也就3、4个，我都有印象，其中肯定没有外面那小子。不是便好，只要出了3水郡，就会有12连环物的英雄接应，到时候就算是长河帮也奈何不了我们。该死的长河帮，要不是长河帮步步紧逼，想要吞并我王家，我爹怎么会铤而走险和12连环物合作？如今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日后我一定要长河帮好看。现在能活下来就不错了，就算去了12连环物，难道12连环物还会替咱们杀上长河帮？要知道长河帮背后可是站着三江盟，那可是雄霸整个3水郡的庞然大物。听说了没？萧虾人和他打扫苟且被萧二爷发现，恼羞成怒下杀了萧二爷。据说现在萧家和长河帮都还在落霞山上搜寻那萧虾人的行踪。该死，这个萧虾人真是畜生啊，竟然对自己的亲爹下手。不过萧家出事和长河帮有什么关系？他们为什么要找萧虾人？知不道，不过听说俺们县里也有长河帮的在找萧虾人。而此刻，一艘艘小舟正朝着他们这艘大船围了过来，小船之上站着一个个精壮的长河帮帮众。刚才那几艘船都不是，应该就是这艘了，给老子围上去！有快船靠近，不对，看那旗号是长河帮的船。看样子长河帮是冲着我们的船来的。快去通知屋内的乘客，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，是死是活就听天由命吧。诸位客官，长河帮的船正在往我们这边靠近，大家自求多福吧。
长河帮真是阴魂不散，不过除非他们帮主亲自前来，不然以我现在的武功，他们应该是奈何不了我。一会先看看什么情况再说。少爷，长河帮的人来了，一会打起来你快走。若是一会能遇到方才那少年，想办法让他施以援手，那样你活下来的机会能大一些。邓勇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王天福绝不会抛下自己人独自逃命的。别废话了，少爷，一会来不及了。听说这次追咱们当中还有勾魂手陈元，他是8品巅峰，我没把握挡住他。王天福闻言顿时脸色惨白，陈元的名号他也听说过，此人出手狠辣，喜欢折磨人，落在他手里的人想留下一具全尸都困难。那你多保重。如今长河帮不少人马把这里包围了，为了避免节外生枝，还是先行离开为好。而就在虾人离开之际，勾魂手陈元和2位长河帮8品高手也追了过来。少侠好功夫啊，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还没来得及感谢你，你怎么就走了？还是被认出来了吗？我不明白，长河帮和萧家的关系一般，何必要趟这趟浑水？哼！萧家人，你杀父妻嫂，我长河帮要为民除害。杀了他，将他带回去给萧家处置。呵呵，你长河帮什么时候也干起这惩恶扬善的勾当了？无父已死，是非对错我已无心辩解，今日就拿你们几个收点利息。李晶晶，千万不要让我失望。多亏有一金经这种绝世神功，不然我自己还真不好搞定3位8品高手。如今虽然逃出落霞山，但危险依旧还在。不管了，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把经验值兑换武功再说。而另一边，苍蓝剑宗一位内门弟子柳俊来到了长河帮。虽然柳俊只是7品中期，但身为6品高手的长河帮帮主孙长河还是亲自迎接。你是说那萧家人逃去了东江郡，已经找不到了？柳俊此时脸色阴沉如水，死死盯着孙长河。昨日我长河帮的人在沅江之中搜寻王天福的时候，恰巧遇到了萧家人。本来是想将萧家人拿下来的，但我长河帮3个8品，包括8品巅峰的陈元，都死在了那小子手中。根据昨日去了沅江的帮众所说，那萧家人不但刀法极快，还有铁布衫傍身，陈元的钩子都破不开他的防御。说完，孙长河突然眼神不善地看向萧福生。萧家人才17岁，就已经是8品了。而且还能击杀8品巅峰，或许他的刀法都已经踏入了举重若轻之境。你萧家有如此麒麟儿，我却从来没听说过。萧家主不会是有一庇护吧？闻言，萧福生脸色微变。我二弟都是我亲手所杀，我又怎么会保护萧家人？应该是我那二弟有意隐瞒了。他们父子恐怕早就对我有所防备了。呵呵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们兄弟用命演的一场戏？哼，我还说是你长河帮的人无能，让萧别离逃走了呢。你无能，够了！那萧家人是着师兄要杀的人，要是办砸了，我们都逃不了好。既然去了东江郡，那就去东江郡找。东江郡那边是12连环雾的地盘，我三江盟和12连环雾现在关系紧张，若是贸然过去，恐怕12连环雾那边会有所动作。就在此时，长河帮大长老林天统走了进来。我去吧。虽然12连环雾在东江郡势力很大，但也不是一手遮天。正好我和东江郡白云山庄3庄主有些交情，那萧家人杀了我孙儿，这个仇我必须报。孙长河，你找几个靠谱的高手，我和林前辈一起过去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另一边的虾人此时正在将经验值兑换各种功法，随着易筋经熟练度达到8%，境界也从8品初期到达了8品后期。领取易容面具，易容面具已领取。有了这易容面具，再换个名字，普天之下谁还能找得到我？接下来只要想办法多杀一点人就好了。历经数日奔波，虾人终于来到了东江郡。这入了城，反而束手束脚的，城中戒备森严，而且各方势力盘根交错，这光天化日之下怎么杀人啊？虾人郁闷的在街上走着，此时的他急需经验，奈何一时间却想不到什么好的办法。直到深夜，虾人溜达到了镇武堂门口。我怎么把这个组织给忘了？这里经常会有一些抓捕通缉犯的任务发布出来，这些人都是些罪恶滔天之人，充当我的经验包再合适不过了，而且还有赏银拿，完全是为我量身打造。当初大前太祖乃是1品之上的陆地神仙，威震大前24州。而在大前历朝之后，前太祖设镇武堂，监察江湖。因为有些通缉犯的行踪很难掌握，而镇武堂精力有限，才会形成这种制度。敢问少侠尊姓大名？加问。你看看这些任务，你打算接哪一个？全部接了。少侠，我看你如此年轻，便有8品初期的修为，在咱们这小地方也算得上是天赋异禀之辈。
莫不可因为一时气成，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啊！那就不劳阁下操心了，不气盛能叫年轻人吗？你只需要告诉我，一般这些通缉犯的行踪怎么掌握便好。以往来接任务的都会去香山阁购买消息，就在咱们城东少侠自便吧。多谢。还有一件事想请教阁下。少侠请说。信息费报销吗？不报。多谢，告辞。好俊俏的轻功，多好的苗子，可惜了，锋芒毕露可不是件好事。次日，虾人看着画像中人眼神迷离，仿佛像瞧着什么稀世珍宝一般。第一个就从你开始吧。说罢，虾人兴奋地向着江山阁走去。但从江山阁买完情报后的虾人心情似乎并不怎么美丽。马买批，这含龙赏银才给80两银子，信息费就花了小爷200两。造孽！不对，一般像这种凶徒身上应该都有不少银两，到时候把他们洗劫一空，反而还能赚不少。家某想留的人还不曾失手过。小子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非要盯着我不放？呵呵，解徒手竟然也会跟别人讲道理，家某今日算开了眼界了。小子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，这种水平也敢学别人当捉刀人，是吗？哟，是虾少侠回来。诺，这是写徒手的西瓜。少侠，你这抓通缉犯的速度比那些干了多年的神捕还快了。朱寿略带恐惧地看着眼前这个少年，7天之内他已经来了8次了，有一次还是带着3个通缉犯的西瓜，这意味着少年7天内已经杀了10个人了。少侠武艺着实令在下佩服，如今少侠接的任务中只剩辣手采花一人了。不过此人行踪隐匿，且售卖情报的江山阁不知什么原因暂停营业一段时间，只怕少侠是不好寻找他的行踪了。没事，我可以上网查。好了，我去后院领这次的赏银，朱老哥等我好消息吧。少侠慢走。看着少年渐渐消失在视线之中，朱寿这才回过思绪。这少年如此年轻，但身上的杀伐之气竟然丝毫不输于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，而且武学天赋又恐怖如斯，日后必能在这武林之中有一席之地。只希望不要误入歧途，否则江湖上又将是一场腥风血雨。客官，打尖还是住店？我们客栈还有几间上房，还有今天一早猎人送来的野猪，还有2腿肉，1斤野猪肉，2个小菜，1壶酒，再给我开间房，给马也喂喂。得嘞，客官，您里面请。客官，您的菜齐了，您慢用。已经快半个月没吃过像样的饭菜了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，仗剑天涯，快意恩仇，这该是多少人羡慕的少年生活。只可惜如今的我身负血海深仇，还不是享乐的时候。听说没有，白云山庄那边最近好像在找一个叫小家人的年轻人。听说了，好像只要提供消息就赏银100两，若是能逮住那小虾人，赏银2000两呢。不过据说那小虾人应该是个8品武者，咱们这种小角色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果然，长河帮和萧家还是没有放弃追杀我，只是2000两银子买我的命，还真是舍得啊。小二，客官您吩咐，带我去房间吧，余下的银两全当赏给你了。谢谢我的爷，您跟我来。这小二好不简单，竟有如此敏捷的身手。而白云山庄内，柳俊和3庄主周仓相对而坐。柳少侠，这些就是这段时间突然出现在东江郡，擅长刀法且8品境的年轻武者，但是并没有你们要找的那个人。柳俊此时看着这些画像，心情万分郁闷。可恶的萧虾人，你到底躲在哪里？我怀疑此人现在应该躲在什么深山老林之中。若真如此，莫说我白云山庄，就算是苍羽派和12连环巫都来帮忙，也未必找得到。我也知道，在整个东江郡想找到萧虾人实在困难，但此事关乎卓师兄，我实在不敢怠慢。柳公子口中所说之人，莫非是苍元剑宗位列龙虎榜第7位的亲传弟子，人称4方剑的卓青云？正是，所以我不得不竭尽全力。只要能上龙虎榜，未来就有机会踏入4品宗师境的。而整个东江郡都没有一位4品宗师，一念至此，周昌也不再犹豫。那柳少侠希望我怎么做？那就劳烦3庄主将这画像中人全部带回来，待我一一确认。如果没有萧虾人，到时再将他们放了也不迟。
这样的话人太多了，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风波，不如就将其中身高、体型还有年龄都差不多的带回来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依三庄主的意思，不过动静尽量要大一点，不然我不好向卓师兄交代。次日，镇武堂的人早早的便把萧家人请来议事。虾少侠，叨扰了。这次请少侠前来，是有一件事想请虾少侠帮忙。镇武堂家大业大，有什么事还需要我帮忙？不知少侠可听说过天狼寨？天狼寨略有耳闻，怎么？难道天狼寨劫了镇武堂的东西？我镇武堂虽然没什么高手在东疆郡，但天狼寨也没那个胆子。这一次是劫了马家，还杀了马家大公子。而我与马家家主是故交，所以他找到我头上，希望我帮他找几个靠谱的人。传闻天狼寨有6品高手坐镇，我恐怕无能为力。不需要少侠你对付胡雄，马明峰自己是7品巅峰，另外又请了一位6品高手，我们只需要对付其他人就行。但是这么多年天狼寨无恶不作，却一直没被剿灭，我怀疑背后肯定还有股神秘势力给他撑腰。这个少侠也无需多虑，此次是我镇武堂带头，若真出了什么事，我镇武堂在前面顶着。而且马明峰出的价格超出正常的2倍，7品高手出手这一次给500两银子。7品高手正常冒险出手一次的价格在200-300两，这确实算是溢价了。而且自己也急需经验提升等级，还无需承担什么风险，这么看倒是个不错的兼职。什么时候动手？就在今晚，我已经为马家联系7个人，少侠是最后一个。若少侠不愿意去，还请不要传出去。我去。江山阁的情报一次就需要200两，身上的银子这几日购买情报快花的差不多了。朱寿闻言脸上带着莫名之色，人家在镇武堂完成悬赏都是为了赚钱，只有这位少年每完成1单悬赏都会赔120两，赔钱也要行侠仗义，朱某敬佩。等此事过去，我去给上边申请一下，尽量帮少侠把赏银提高一些。如此的话，便多谢朱老哥了。你身怀易筋经，手握屠龙刀，不想着称霸武林，反而甘愿成为一名捉刀人。随着死在你手下的恶人越来越多，江湖上流传起你的故事，世人称你为武林阎罗，正的发起。殊不知你最大的心愿却是想要屠灭自己宗族的马子，只因你的未婚妻傍上了剑宗天才大伯，为讨好剑宗杀害了你的父母，各方势力也对你展开追杀。就在你濒死之际，觉醒杀敌报经验系统成功逃脱，只要不断斩杀敌人，就能无限获得功法经验。而此时你因为悬赏任务，正跟着一群捉刀人来到了天狼寨外围。诸位英雄，这外围定然有不少天狼寨的暗哨，不知哪位英雄前去开路，我等后边也方便行事。马明风话落后，并没有人响应，毕竟独自行动危险极大，谁也不愿做这出头鸟。而此刻下人却在心里打起了自己的算盘。此番前来，银子不银子的倒在其次，主要是为了能多积攒些经验。如今我随时有被发现的危险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置之死地而后生。不管了，富贵险中求，我去吧。好，少侠多加小心，我等紧随其后。快跟上，夏少侠已经把这周围的眼睛摘了。好像有人闯山寨，快放箭！妈了个巴子，放箭，给老子射死他们！不好，一人自杀说，快去通知大王家吧。马明峰，你可算来了，老子等你好久。那少年竟有如此绝顶的刀法，当真只有10几岁。张前辈，一会那胡雄就交给你了。放心，一个胡雄我还没放在眼里。如此便多谢前辈了。铁狼寨，今日我要让所有人对我儿子负责。一个小小的7品巅峰也敢随便放屁！胡雄，你未免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哟，我当时谁呢？原来是你这老不死的！谁给你的胆子，让你有勇气来闯我这天龙寨？胡雄，休要逞口舌之力！今日老夫便灭了你，顺便毁了你这天狼寨！长狂！刚才那就是6品武者的力量吗？怪不得都说内力化为真气是质的飞跃。还是太低估6品武者的武力了，如今已经获取了不少经验，先找个隐蔽的地方提升一波。系统查看经验，
宿主萧虾仁，剩余经验3360，全部提升1斤斤。随着虾仁化落，一股醇厚的真气从丹田之中涌出，一瞬间阳为脉和阴为脉就灌注。提升完毕，宿主萧虾仁1斤精15%。是你，为何对我下手？小子，有2把刷子，倒是我眼拙了。我也没什么坏心思，不过是之前见你在东江郡出手阔绰，就想着杀了你多搞点银子花花罢了。只是没想到你有点东西，告辞。谢谢了，善财童子。虾仁在这名捉刀人身上一阵摸索，最终摸出300两银票。而就在此时，不远处突然传来几声暴喝：“该死！这是一个陷阱，三江盟的胡绝仙也在。”是朱老哥的声音，三江盟胡绝仙，难不成又是一名6品高手？虾兄弟，太好了，你竟然还活着！朱老哥，怎么回事？看样子天狼寨应该是投靠了三江盟，那胡绝仙便是三江盟的人，看样子是来给天狼寨帮场子的。那胡绝仙也是6品武者吗？那老贼不只是6品武者那么简单，他是6品巅峰，而且有了胡绝仙的加入，张前辈怕是凶多吉少了。诸位兄弟，如今之计唯有咱们分开逃命，不然谁也活不了。闻言，众人脸上一片惊慌，随后便纷纷拼尽全力施展轻功离去，毕竟谁也不想把小命给交代了。而另一边，由于胡绝仙的加入，张众双拳难敌4手，最终饮恨西北。胡长老，我已令我山寨中的2当家、3当家亲自带队去追那些逃走的捉刀人了。那2位都是7品巅峰，想来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。如此最好。今日老夫本是受盟主之意前来通知你，假意投靠12连环雾，然后等到我三江盟与12连环雾交手之际，来个里应外合。若是今日有人逃出去，定会让整个东江郡知晓咱们的勾当。我实在是没想到马明峰竟然能请动魂元首张仲，这才导致事态发展出乎了我的预料。我现在亲自去追那些逃走的人也罢，木已成舟，老夫随你一起。二哥，他身上好像有一件极品内甲。不错，一会儿杀了他，内甲归你，这小子手上的那把刀归我。成交。畜生，你搞偷袭！我日特得，竟然还是个横练高手。13太保，不错不错，又是一门横练功法。若是日后大成，和我的铁布衫搭配，岂不直接防御拉满？不过那系统给的这红袖刀是什么玩意？听名字就不霸气。虾少侠，你还活着？朱老哥，你这打招呼的方式还真是特别。呵呵，虾少侠莫怪，老哥是个粗人，不怎么会说话。不过你怎么只剩条裤衩子了？我后边又遇上了天狼寨的2当家、3当家，一时不慎被偷袭了。不过好在我练过几招铁布衫。那2人可都是7品巅峰，虾少侠你怎么逃出来的？我把他们俩宰了。闻言，朱寿和旁边这位捉刀人皆是一脸震撼。能杀死2位7品巅峰，足以说明眼前这位少年已经有了接近6品初期的武力。虾少侠的武艺让老哥着实佩服。其他人呢？其余人应该已经凶多吉少了，没想到天狼寨竟然和三江盟勾结在一起。此次是我害了诸位，日后若是镇武堂有什么好做的悬赏，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2位。朱兄，此事也不能怪你，谁也料想不到三江盟竟然会插上一脚。是啊，朱老哥，我们进城吧，这是东江郡，料想三江盟也不敢在这里乱来。一炷香后，胡绝仙和胡雄来到了虾仁击杀2、3当家的丛林之中。这2人是死于一名横练高手手中，身上没有任何外伤，但是5脏6腑已经全部破碎了。这次逃出去多少人？目前看逃出去了3个人。这天狼寨是不能待了。该死的马明凤！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便带着人随我回临水郡吧。既然你选择加入三江盟，盟主必然不会亏待你的。胡雄微微叹气，事到如今他已经没得选了，若是继续留在东江郡，唯有死路一条。只是今日损失惨重，即使入了三江盟，地位也要比他预想的低上不少。虾仁花了2日时间，在城中租下了一处院落，虽然不大，但环境不错，且租金便宜，1年只需20两。第3日，虾仁去江山阁购买了一些东江郡最近的情报，得知了白云山庄最近正在秘密抓捕外郡来的年轻高手。
而在虾仁从江山阁离开不久，便察觉身后有人跟着，顿时心里有了一丝危机感。难不成是白云山庄的人？这么快就怀疑上我了？一路上虾仁时刻警惕，但直到虾仁走到自己小院时，依旧没等到那人出手。而小院门口，朱寿正和一名看似镖局的人在门口等他。虾少侠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我和这位兄弟在这等了你快2个时辰了。朱老哥有什么话进来说吧。虾少侠，这位是微信镖局的镖头刘大力。久仰少侠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方知英雄出少年。倒也不用客套，有什么事不妨明说。痛快！这次前来是想让虾少侠帮忙走一趟镖。走镖？据我所知，微信镖局是这东江郡最大的镖局了，还需要我护送？今时不同往日，如今东江郡不太平，12连环务和3江盟已经打出了真火，这才想着请少侠加入，也好多份保障。当然了，不会让少侠白帮忙的。这是50两银子，还望少侠莫要见外。都是江湖儿女，说什么银子不银子的。少侠万万不可，这是在下的一点。一点什么？一点心意。不用那么见外，朱老哥不是外人，他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，这个忙虾某帮了。快跟上，下人就在前面庙里。哈哈哈！比我说，一个不留。诸位，我乃微信镖局刘大力。好汉，你饶了我！说谁让你们来的？你若饶我一命，我便告诉你。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。横竖都是一死，你永远别想知道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说出来，我便饶你不死。此话当真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快说，别挑战我的耐性。是白云山庄的3庄主安排我过来的。还是被白云山庄盯上了吗？好汉，我已经告诉你了，快放了我！君子一言，和我虾某有什么关系？斩草不除根，不符合虾某的风格。而另一边的白云山庄内，3庄主收手吧，柳少侠。为了寻找那枭虾人，如今咱们已经弄出来7、8条人命了。再如此下去，庄主那边我也不好交代。况且刚才传来的信息你也听到了，狗仔岭的董地宝失手了。可是3庄主，据现在的情报，已经确定那虾问便是枭虾人了。若是此时放弃，那你前期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吗？做事做一半，卓师兄也不会念着你的好。我也不想之前的辛苦打了水漂，奈何我毕竟不是白云山庄的主人，我实在是兜不住了，还请柳少侠另寻他法吧。闻言，柳俊也不好再多说什么，毕竟这段时日3庄主周仓确实尽力了。也罢，如此便不为难3庄主了，我自去长河帮走一趟。不过还请3庄主放心，卓师兄那边我肯定会尽力帮3庄主说话的。如此便多谢柳少侠了。而破庙内，微信镖局刚才出去寻找干柴的镖师和这趟镖的委托人钱掌柜，此时都来到了庙观。多谢虾少侠，今日若非虾少侠在此，怕是凶多吉少了。看着感激涕零的刘大力，虾仁一时间不知说些什么，毕竟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帮人是冲着他来的。收人钱财，与人消灾，这点江湖道义，虾某还是有的。少侠，这为首之人是狗子岭的董地宝，平日习惯装扮成官府的样子，劫掠附近的商贾。不过方才听他说是受白云山庄的命令，依我看，咱们最好尽早离开此地，不然怕是会有大麻烦。好，一路上钱掌柜的心始终悬着，虽然此次货物没有受损，但每当他想到此事背后是白云山庄，便头痛不已。刘镖头，这趟赚了钱，日后我还是要回东江郡呢。白云山庄那边，钱掌柜你放心，江湖有江湖的规矩，朝廷有朝廷的制度，你们商会不是江湖势力，白云山庄若是对你们下手，正武堂那边会出手的。况且此次那白云山庄明显是冲着我们镖局来的，所以钱掌柜不必担心日后会报复于你。听到刘大力这样说，钱掌柜紧绷的情绪方才缓解了几分。不过他白云山庄在东江郡也不是一手遮天，我微信镖局2位总镖头实力不凡，且和12连环务的区长老关系莫逆，日后若是报复虾少侠，尽可来我微信镖局安身。那便多谢刘镖头了，只是不知为何此番出镖还带着一位女子。
那是我们总镖头的女儿，这次非吵着出来玩玩。怎么，夏少侠，莫不是看上了我家大小姐？那倒没有，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。经过一夜的奔波，一行人来到了一处小镇，在镇上随意找了一家客栈落脚歇息。而虾仁回到客房后，直接将近期的经验全部兑换了功能。此时的他已经突破到了7品。乐春县，我又回来了。爹娘，孩儿马上就能杀了萧福生，为你们报仇了。不，是先讨点利息。凡是与这件事有关的人，一个都跑不掉。数日后，一行人终于到达乐春县。钱掌柜交接完货物，便带着一行人去了翠红楼饮酒作乐。此次行程远比我想的更加危险，多亏几位鼎力相助。钱掌柜客气了，这本就是我们镖局分内之事。只是钱掌柜，听说最近查得严，你这丝绸生意怕是不好做啊。无妨，钱某有一远房亲戚在京城，他姓何。难道是？不可说。来，诸位兄弟，咱们喝酒，一会钱某还有安排。趁着众人饮酒之际，虾仁悄悄地离开了翠华楼。这么多日过去了，你说那小畜生能躲到哪里去呢？那是你萧福生的亲侄子，你都不知道，我上哪里知道？苍元剑宗那边又开始施压了，师兄帮我想想办法，尽快找到那个小畜生。不用找了，杀父之仇，今日该了断了。大伯，你这是要去哪？没想到你这废物的命还真硬啊！当初被我打成重伤，竟然还能从追杀中活下来。托你的福，不仅没死，还获得了一些机缘。先前便说过，今日这萧家无论人畜都得死。哼，我承认你很强，但若是我燃烧生命冲开死穴，今日你也落不得好。刹那间，一股超越7品巅峰强者的气息从萧福生身上陡然爆发。亲爱的大侄子，去下面陪你父亲吧。萧家的一切还是我儿子的。聒噪！谁主春秋？一生翻了！没想到你这废物竟然也能有今日。不过，纵然你如今武艺高强，又能如何？你的父母不还是被我杀了？所以说，我也要让你尝尝失去至亲的感受。希望接下来你还能笑得出来。儿子，救我不想死。我亲爱的大伯，你可看仔细了？不要！儿子，畜生，那是你的亲堂哥，你还有人性吗？家某此生最恨双标之人。别挣扎了，你全身经脉已经尽数被我打断，如今的你即使想要自尽都不可能，且这密室只有我和父亲2人知晓，你不要妄想会有人过来救你。好好享受成为废物的感觉吧，明日我就要用你的人头祭奠父亲的在天之灵了。而仅半炷香时间，虾仁屠灭萧氏一族满门的消息就传到了长河帮。大长老林天童看着手中的书信，激动的手不停的颤抖。帮主，消息可靠吗？应该错不了，这江湖上情报网除却天机阁，便属柳家了。柳少侠要我们立刻集结人手，在整个乐春县搜索萧下人，务必不能再让他逃掉。好，老天有眼，没想到这小畜生竟然还赶回乐春县。孙儿，你可以安息了，爷爷马上就为你报仇了。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快出发吧。林长老稍安勿躁，我知道你如今得知那萧家人的行踪，报仇心切。不过那狼崽子既然能在一夜间屠灭萧家满门，说明他的武力最少是7品巅峰，而且心性极为狠辣，贸然出手只怕会打草惊蛇。依我看，咱们还是多召集一点人手稳妥些。如此便按帮主的意思办吧。放心，你孙儿的仇肯定会为你报的。
而且柳家已经通过自己的情报组织，将萧家人杀了自己家族满门的消息传播了出去。这次他的名声已经彻底臭了，到时候就算咱们不杀他，也会有自诩正道君子的迂腐之人去杀他。说起来，咱们这次也算是干了一把成了杨善的勾当。若是此次能活捉那小畜生就更好了，老夫定要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而虾仁回来后发现客栈已经打烊了，无奈之下只能翻窗进入客房。小姐你哪位？这里是我的房间。哎呀，我还以为是个糟老头呢，没想到还是个英俊潇洒的少年郎。看来今晚本姑娘要才似双收了。什么情况？这姑娘脑袋怕是有什么大病吧？是钱掌柜的安排小女子今晚服侍少爷就寝，这么说你明白了吗？哦，原来是店里的情绪工作者。不过虾某不好女色，还请姑娘出去，不然休怪在下手下无情了。真是个倔强的小西瓜，不过我就喜欢你这种欲拒还迎的样子。来吧，少爷，不需要你手下留情，更不用怜惜小女子。这可是你说的。第二日一大早，客栈还没有开门营业的时候，虾仁便翻窗出来了。今日他要去祭拜自己的父亲。杀了我！放心，今日你必死，只不过我要你换个地方死。